首富来孤儿院捐款当天，我佯装被打，等他来救时，露出了跟他眉眼相似的脸。他要带我回家，但我拒绝了，因为我知道家里还有个假千金，爸妈不要的孩子才是孤儿。听说你们有了很宠爱的新女儿了，我不想再被抛弃。首富眼睛红了，我笑了。他的愧疚是我夺回一切的第一步。孤儿院恶霸踩着我的头，用带着尖刺的藤条抽打在我身上，鲜血混合着就依污垢流下。他居高临下睨着我，说道：“你就是我脚下的一条狗而已，跪舔我的鞋子，中午还能给你口垃圾吃。”我一点点地抬起身，让自己显得倔强又坚强。就在这时，首富推开大门，看到了这一幕，喝道：“干什么呢？这孤儿院怎么教育的？还放任霸凌！”首富的气场不必多说，快步靠近时，就让恶霸面色惨白，不敢说话。我趁机痛苦地摇晃了下身子，他下意识扶了扶我。我顿了顿，佯装可怜无助地仰头，红着眼看他。我的角度算得刚刚好，保证那张与他眉眼相似的脸能完完全全地暴露出来。果然，他愣了数秒，才哑着嗓子开口：“我看你和我有缘，我带你回家，愿意吗？”我有些想笑，不愿意的话，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上一世，我欢欢喜喜地回家了，但却死在了他们的偏宠和假千金的阴谋中。这次，我要提早几年，换种方式回去。按照上一世的剧情，他早就知道家里那个不是亲生的，所以这么多年无条件的给孤儿院捐赠，就是想找到自己的亲生孩子。我被带走了，他直接调动人力和财力，以最快速度做了亲子鉴定。当天下午，他就红着眼蹲在我面前，说道：“我就是你的爸爸，孩子，你受苦了，爸爸找了你好多年了。走，咱们今天就回家。”首富恢复平静，站起身想拉我，但我一副不自在的模样，退后了2步，问道：“爸爸，那您是不是只有我一个孩子？”他沉默了，我不在意，继续颤着嗓子道：“我从小没有爸爸，您如果是别人的爸爸，我就不和他抢了。我知道没有爸爸多么难过。”他眼里添了几分心疼，但我要的还不够，继续道：“我不想再被抛弃了。”看着愧疚溢满了他的眼眸，我垂眸掩盖了笑意，以退为进，是我上辈子回家后一直没学会的技能。看吧，只要愿意，这些仅靠天赋就能完成。首富坚定地告诉我，他一定不会抛弃我，即使家里还有另一个女孩月月，就算婉瑜在家，你也是爸爸唯一的亲生孩子。我故作感动后，他就把我带回了家。金碧辉煌的别墅是我上一世的墓地，而生母旁边那位穿着公主裙、满脸天真的女孩，就是刽子手。亲妈抱着我哭得浑身颤抖时，白婉瑜也伸出手，说道：“爸爸，你真的找到妹妹了，我好高兴啊！妹妹，我叫白婉瑜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。”多亲切的笑容，至少能完美掩饰那恶毒的内心。我也热情一笑，伸出手突然一缩，仰头看着亲爹亲妈，问道：“可是我已经很久没洗澡换衣服了，会不会弄脏姐姐的手？”闻言，我妈哭得更厉害了，抱着我就往里头走。她教完我怎么用花洒后，就红着眼想出去。我及时用怯生生的语气请求：“妈妈，我手有点不方便，衣服解不开，你能帮帮我吗？”我妈不疑有他，以为我是觉得手太脏不想碰衣服，就关上门帮我。随之而来的是意料之中的倒吸一口冷气：“我可怜的月月啊，你怎么这么多的伤疤？这多疼啊！”呜呜呜，月月，是爸爸妈妈对不起你，没保护好你，妈妈再也不会让你受伤了。妈妈的心好疼啊！我没说话，自己的后背什么样，没人比我更清楚。旧伤未愈，新伤又添，一来二去，我后背没有一块好的。看着亲妈红肿的眼睛，我心中毫无波澜。上一世，他们一开始不也是这样哭得死去活来？可后来，不也是他们亲口告诉我，这一身伤疤就是白家的耻辱？你不知廉耻，是不是想毁了白家？而这辈子，我要用这身伤疤
给白家带来真正的毁灭，遇事动静不小。亲爹在外焦急地敲门，得到我的应允后，他走进来，看到疤痕后，脸上满是难过。月月，你这是挨了多少打？我低着头，一副委屈又懂事的模样。对不起，爸爸妈妈姐姐，是我吓到你们了吗？那我不洗澡了，我不洗了。你们别生气。说完我就要穿衣服，亲妈已经拿了药膏过来，红着眼制止了我。月月，你能告诉爸爸妈妈这些伤是怎么来的吗？爸爸妈妈会给你做主的。我咬着唇，摇头道：没关系的，只是挨打而已。杨院长人还是很好的，每次打完我都会给我饭吃，好多好多剩菜，只是容易拉肚子。还有林强，虽然他总是会像今天一样用藤条抽我，但只要我学狗叫的话，他打够了就不打了。虽然我只能睡半米的小床，但是有哈尼陪我，什么也不怕了。没他我会睡不着的。我紧紧攥着从孤儿院带出来的唯一的破旧的小熊玩具，我故作轻松一笑，扬起来给他们看，很可爱吧？这就是哈尼，是以前准备领养我的叔叔给的。可是后来发现我伤疤太多，他就不要我了。我的声音越来越小，我妈彻底忍不住了，放声大哭。我爸这8尺男儿也掉了一滴泪，愤恨地砸了几下墙。我一脸无辜地安慰他们，但内心却激不起半点水花，听着不是滋味吧？可都是我真切经历过的呀，愧疚吧，自责吧，你们于我而言，仅有这点价值了。过了许久，他们总算平静了下来，都抢着要抱我，将我埋在他们怀里，安慰我：月月，我们以后会弥补你的，亏欠你太多，给爸妈一点时间，爸爸妈妈已经给你准备了不少东西。对了，你爸爸跟你说过了吗？你的名字是白新月，喜欢吗？我点了点头，瞥了一眼白婉瑜，看她满眼妒火，却又勉强微笑的模样，我开心地笑了出来。喜欢。爸爸妈妈，我有新名字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又叫白新月了。白婉瑜，很快，你的名字就是杨婉瑜了。当天晚上，杨院长出现在我家门口，他扶着眼镜，满眼威胁地瞪着我，看向我首父亲爹时，又满脸谄媚。是这样的，白先生，您今天带走他的时候，我不在院内，好多手续都没办全呢，暂时不能带他走的。我特地挑的就是这天，有着上一世记忆的我，还能不知道他那点心思？白婉瑜其实就是杨院长的亲生女儿。当年他和我妈在一起产房，将自己的女儿和我调换了位置，大概是自己给不起女儿金尊玉贵的生活，所以选择牺牲掉我的人生。回去后，他谎称自己的女儿死了，将我放在孤儿院抚养。这些年，他怕事情暴露，想着我早死了，他就能高枕无忧，所以没少饿我饭，以毒打谩骂充1日3餐。后来我亲爹意外发现抱错女儿，四处查找，他索性把我藏了起来。上一世还是在3年之后，我才被亲爹发现。现在他发现我被找到，可能是怕狼子野心被拆穿，准备破釜沉舟了。这一去，估计是凶多吉少了，但我还是决定跟他去。爸爸妈妈，谢谢你们还记得我，我多等你们几天也没关系的。爸妈没理由拒绝。我跟着满身阴沉的杨院长离开时，故意将小熊玩具丢在了显眼的茶几上。孤儿院里，杨院长揪住我的头发，把我拖进了那3平米不到的小黑屋。老娘不是不让你出门吗？你还敢违抗我的命令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放手，你别想从这里出去。几下鞭打，皮开肉绽，我蜷缩成一团，早习惯了疼痛，不声不吭，更让他的火气发泄不出来。你是死了吗？死了才好，你怎么命这么硬？早知道当初抱你回来，直接扔去山上喂狼。我默默承受，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才仰头看着他。院长，你为什么这么讨厌我？因为你是婉瑜姐姐的亲生妈妈吗？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，求你了，别打我了。杨院长脸都白了，甩我一巴掌。闭嘴，谁告诉你的？我喉咙一阵腥甜，当然是婉瑜姐姐了。我不说还不行吗？
杨院长眸光凶狠，一股杀气弥漫，毒打还在继续。他声音尖锐：“你瞎说什么？死丫头，老娘杀了你！”我尖叫起来，奋力推他，但无济于事。这时候，亲爹和亲妈踹开了房门，手里拿着要给我送过来的小熊玩具，却眸光阴鸷：“杨院长，你就是这么对待他的？”上一世，我也诉说过自己的惨痛遭遇，可杨院长伪装得极好，加上白婉瑜不停洗白，他们始终没相信。现在，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。亲妈赶过来抱着我，亲爹冷眼盯着满脸尴尬惊慌的杨院长，冷声道：“明早把该办的手续办好，不然我们一定会起诉你虐待儿童。”杨院长只能点头：“妈妈带你回家，再也不回来了。”我哭着点头，转身望向杨院长，说道：“院长，谢谢你养了我这么多年。既然婉瑜姐姐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肯定不会欺负她的。”杨院长脸色大变：“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？”爸妈也愣住了。杨院长赶紧解释：“我是糊涂了，乱说话。”我睁大眼睛，满脸天真：“你刚刚打我，不是不让我欺负婉瑜姐姐？你不是说她就是你的亲女儿？”杨院长解释不清了。爸妈面色凝重地带我去了医院，只是一些皮外伤，包扎后就能回家了。家里，我妈抹着眼泪说要哄我睡觉。白婉瑜笑容有些勉强：“没关系的，妈妈，你陪妹妹吧，我一个人也能睡觉的。”爸妈同时转头，目光复杂，看得她手足无措。半晌，我妈叹了声气：“你委屈一下，你妹妹伤势未愈，我不能离开。”白婉瑜咬着唇，轻轻点头，目光划过我时，带着几分怨恨。我笑了笑：“姐姐，如果你一个人睡太害怕的话，可以给杨院长打电话，让他过来陪你。你有2个妈妈呀。”可是我只有一个。白婉瑜慌张到差点没站稳：“什么杨院长？我不认识啊！”我低着头没说话。上一世他身份暴露，已经是很多年后了。那时候爸妈已经和他有很深的感情，舍不得把他送走。而杨院长又一向以善良热情示人，哪怕是替他养了那么多年的女儿，爸妈也认了。现在我要将白婉瑜依赖的东西一层一层扒掉，哪怕只是一根刺，我也要狠狠扎进爸妈心里。最后，爸妈也没有要把这件事情理清的想法，模糊应付了几句，就带着我们各自回了房间。夜里，我妈紧紧抱着我，跟我道歉，承诺以后会弥补我。我睡得很好，可白婉瑜似乎不是，她起了个大早，亲手给爸妈和我煮了不同的粥。妈妈，你睡得好不好？我记得你气血不好，粥里加了燕窝。爸爸喜欢吃皮蛋瘦肉粥，你快尝尝怎么样？他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，对着爸妈微笑。大概只有我能看出他这笑容底下有多惊惧慌乱。上一世那个信心十足、胜券在握的大小姐，这一世已经开始尽力讨好。难为你起个大早。妈妈感动地喝粥，爸爸眼里也柔和了许多。我端着碗，看着里面的虾仁，微微蹙眉。还是吃了满满一大碗。姐姐煮的粥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，我要吃很多很多。我去厨房挑了满满一碗虾仁出来。白婉瑜脸色怪异：“妹妹，吃太多了不容易消化。”我眼睛一红，推开碗：“对不起，我太久没吃过饱饭了。”爸妈不忍：“没关系，能吃是福。”我干了几大碗，都吃撑了，还在不停地往嘴里塞东西，一直到我放下筷子，爸妈将一张银行卡放在我面前，说道：“新月，你从前受苦了，爸妈会补偿你。这卡里有5000万，你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，不够的话尽管找我和妈妈要。另外还有一套别墅已经放在你名下，等你拿了驾照，车子随便选。至于股份，你成年了之后会转给你。”我满脸惊喜，又瞬间黯淡。爸爸妈妈，我知道这值很多钱，可我有了爸爸妈妈，什么都不重要了。谢谢你们了，但我更希望你们能多陪陪我和姐姐。就在爸妈眼红鼻子酸，白婉瑜眼里爬满嫉妒时，我虚弱地挠了挠脖子：“妈妈，
我浑身好痒，感觉呼吸不过来了，满身红斑，把爸妈吓得不轻，赶紧送我去了医院。检查结果是虾仁过敏。上一世，我到死才知道自己对虾仁过敏。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杨院长对我的身体情况很了解，我过敏的事情他却从来没告诉过我。那时候，他经常喂我吃少量虾仁，我以为他是大发慈悲。现在想来，每一次深夜发烧窒息，都预示着我不可能脱敏。认亲之后，白婉瑜也不停地在我的饭菜中加入虾仁，我的身体渐渐虚弱，到最后不堪一击。这一世，我不要在阴谋中不明不白死去。爸妈急得团团转，白婉瑜自责地哭泣。我不知道妹妹对虾仁过敏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说完，她冲过来握着我的手，很用力。妹妹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虚弱一笑，没事的，我最喜欢吃虾仁了。以前我一天都吃不了一顿热饭，但是杨院长会经常给我吃虾仁。不过那时候我身体就不好，经常发烧，也呼吸不了，是我自己身体有问题吧？说到这里，猪都能想明白了。一直虐待我的杨院长，怎么可能浪费钱给我好吃的？他想害我是肯定的。不过怎么这妖巧，回来的第二天，白婉瑜就亲自下厨给我做虾仁。爸妈皱眉扫了他一眼，白婉瑜连连后退，辩解道：“爸爸妈妈，我不知道妹妹对虾仁过敏。我现在多么希望躺在床上的人是我。”他眼睛哭红了，声音也沙哑了。爸妈心也软了，他们还是不能相信自己看着长大的女儿会这么歹毒，转而对我说道：“新月，你别多想，婉瑜也不知道。”我点点头，我不怪姐姐。医生叫爸妈出去。房里只剩下我和白婉瑜两个人，她坐在那里，还对着我和善的笑。我甩给她一个白眼，想让我过敏，这种手段也太幼稚了。你怎么这么蠢？她眸子瞪大，又尴尬一笑。妹妹，我都说了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坐起来，冷冷地盯着她。白婉瑜，你和你亲妈狼狈为奸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？当了这么多年假千金，鸠占鹊巢惯了，你不会以为这真是属于你的人生吧？她气得脸颊快要滴出血来，装不下去了，喊道：“白新月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爸爸妈妈养了我这么多年，跟你根本没感情。走着瞧吧，我一定会让他们把你赶出去。这家里只能有我一个孩子。”白婉瑜算是彻底和我撕破脸了，这样才好，免得我还得忍着恶心和她姐妹情长。好啊，拭目以待。过后，杨院长乖乖给我办了手续，我算是彻底从孤儿院解放了。可能是这些天没少在爸妈面前展示我的悲惨过去，他们对杨院长也毫不手软，还是告了他虐待儿童。法庭上，他哭着喊着冤枉，可我爸妈看得清清楚楚，我身上的伤痕就是证据。他被判了3年，从法庭上离开的时候，不舍得望向白婉瑜，而后者慌忙移开视线，生怕和他扯上关系。过后，爸妈去了监狱看过几次杨院长，说了什么我也不清楚，大概就是他做错再多，孩子无辜之类的。爸妈肯定也知道了白婉瑜的真实身份，但念在多年感情，还是想当亲女儿抚养长大。毕竟他们一开始就知道白婉瑜不是亲生的。不过，我相信他们看到白婉瑜的每一次，都会想起她生母的欺骗和对自己亲生女儿的虐待，这就够了。剩下的交给我。再往后，爸妈带着对我的愧疚，对我宠爱有加，而白婉瑜通过一系列的作妖，终究还是从我的碗里分走了几杯羹，那算是我施舍给她的吧。毕竟我也不能做得太明显了。紧接着，和前世一样，我被送去了学校读书，和白婉瑜在一个班里。我努力读书，而她在班里盘根错节已久，不停地暗示别人来找我麻烦。现在她年纪还小，很多手段还不够熟练，什么课桌里的垃圾、笔盒里的吓人玩具，这种小儿科根本不用放在心上。而期中考试结束后，我的成绩科科第一，爸妈夸我奖励我的时候，他紧紧攥着第2名的成绩单，差点气得掉了眼泪。
但为了表示一视同仁，爸妈的奖励也给他备了一份。过后的几年时间，他依旧不停地骚扰我的学习和生活，一直到第3年的毕业考试，他的跟班举手举报了我作弊，监考老师还在我位置的椅子下找到了抄着知识点的纸条，考试被叫停。办公室里，老师请来了我爸妈，而始作俑者白婉瑜也跟着他们走了进来，旁边还坐着监考老师。孩子成绩一直不错呀，怎么关键时刻犯这种错误？监考老师不是本校的，事情很难兜住，升学可能会受影响。爸妈觉得不可思议，尤其是我爸，我太了解他了。他从小家境优渥，自视清高，更爱惜自己羽毛。他不允许任何人给他脸上抹黑。我解释道：“老师，我没有作弊，这纸条不是我的。”老师严肃地看着我，这张纸条上还印着你们的家族文徽，不是你的，还能是谁的？我没含糊，除了我，白婉瑜也有这种草稿纸。白婉瑜十分茫然道：“妹妹，知错就改就好了，可是不能把脏水泼我身上啊！我也要读书的。”我展开纸条：“老师，你可以去看一下，我字迹不会这么潦草的，而且我很少写错别字，这上面几百个字就有10几个错别字，这不符合我的习惯。还有我写字母 Y 的时候，不是印刷体，可以对比一下我和姐姐平时做过的课堂笔记，看是谁的字迹，谁的书写习惯。对比之后，就是白婉瑜的字迹。”在爸妈震惊的眼神中，他红着脸磕磕绊绊地解释：“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妹妹，你是不是故意冤枉我？好一个倒打一耙！你的东西都是自己在保管的，我从来不会乱动的，我为什么要冤枉你？风险这么大，一个不小心我就会被判定作弊，让爸爸妈妈丢脸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那么是谁会冒着让爸妈丢人的风险冤枉人呢？”爸妈脸色难看极了，老师也意识到不对劲，和稀泥让考试继续。看了一场戏，监考老师估计对他印象也不太好，几场考试都围在他身边转。等到考试结束回了家，爸妈坐在沙发上，沉着脸让我们过去。贺问道：“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我问心无愧：“爸爸妈妈，我真的没有作弊，我一直都是第1名。我为什么还要作弊？”白婉瑜也红着脸逞强道：“我也没有故意冤枉妹妹。”2个人各执一词，爸妈各自训诫了一顿。我哭着说道：“万一那是姐姐想作弊的纸条，怕被发现踢到我凳子下面呢？要不然这样吧，你们出卷子给我们考试，谁考得不好，不就有作弊的可能性吗？”爸妈同意了，在白婉瑜惨白的脸色中，给我们出了一套卷子。1个小时后，我得了满分，而一直稳居第2的白婉瑜竟然还没及格。爸妈冷着脸瞪了一眼白婉瑜：“你第2名，怎么可能是这个水平？3年级的知识都不会。”我心里冷笑，他当然不会了，毕竟从小学到高中，他的每一次考试都靠那些狗腿子替他作弊。后来高考，他出了大洋相，只是当时他设计骗我去酒店，给我下药后，以外围女的身份将我送上了几个商业大亨的床。经历过生不如死的一夜后，失神的我又被他叫来的记者拍下各种露骨照片，发布在各大娱乐杂志新闻上。我爸妈嫌我不知廉耻，丢了他们的人，还打了我好几个巴掌。过后忙着做公关，才没工夫理会他高考的事情。我身体原本就被白婉瑜母女俩掏空，一朝被人糟蹋，还要忍受我爸的责备以及我妈的鄙夷，活在人间，却日日要受油锅煎熬之刑。这一世，我要拆穿他所有的伪装，先下手为强，送他去地狱。白婉瑜还在狡辩，说自己发挥不好。这件事，我爸较真了，又出了几套卷子，他的分数依旧是一塌糊涂。最后，我爸眼里浮现出失望的神情：“婉瑜，你成绩不好没关系，我们可以给你最好的教育资源，但是诚实很重要。还有，我希望你记住，我们全家都是一体的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有些事我不希望发生第2次。”我妈也紧皱眉头，
你是不是觉得爸妈找到了新悦，你就会失去我们的疼爱？我们也很爱你，始终把你当成亲生女儿对待。”爸妈说的话很含蓄，但白婉瑜能听懂。她红着眼睛，咬着唇，浑身颤抖。等爸妈回了房间，我坐在她对面，敲着二郎腿，笑得灿烂。你别这么伤心啊，等成绩出来了，再伤心不迟。白婉瑜咬牙切齿道：“你别高兴得太早。”暑假，为了补救自己在爸妈眼中的形象，她很少再和朋友一起出去玩，而我报了个跆拳道班。一方面是想要迅速增强身体体能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那边靠近孤儿院，夜市又繁华，是街头混混们的天堂。几天之后，透过训练室的窗户，我终于看到了林强。他长大了不少，染了一头黄毛，叼着烟，和几个孤儿院的孩子正在打劫路过的小学生。林强因为患有巨人症，被亲生父母抛弃，在孤儿院里，他因为身材高大，经常欺辱其他孩子，而我就是其中之一。前世我只以为他长相粗犷，怕人歧视，才性格扭曲。可我的灵魂飘在半空中，看见他从白婉瑜手里接过钱的时候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他们两个人早有串通。林强当年一次次欺辱我，是受了白婉瑜母子俩的指使，而在我回家之后，白婉瑜指使他对我死缠烂打，冒充我男朋友，几次三番来我家里闹事要钱。因为一起长大，他知道不少我的身体特征。一开始我爸妈也不信，可次数多了，他们的想法也发生了变化。爸妈被恶心不已，渐渐将怒意发泄到我身上。我有口难言，渐渐和爸妈疏远。说起来，我上一世死不瞑目，还有他一份功劳。下课后，凭借着上一世的记忆，我找到了水漾酒吧。上一世没被亲生父母找到之前，为了不被饿死，我来这里打过工。坐下后，我叫来了安妮，她妆容很浓，衣着露骨又性感，抽着烟看着我。这时候她还不认识我，几秒后，她忽然轻蔑一笑：“小妹妹，找姐姐喝酒是要花钱的。”我扔给她一张50万的卡，这里面的钱够你给你妈妈交医药费了。替我做一件事情，你以后再也不用来陪酒了。她惊讶地看着我，还是收下了卡。我给她看林强的照片，很简单，认识他打动他，带他来这里玩。安妮答应了。中考成绩出来了，我稳居市内第一，而因为监考老师的特殊对待，不能作弊的白婉瑜成绩惨不忍睹，只能我去哪儿，我爸找戒毒的身份让他去哪儿。爸妈对我更加宠爱，又给了我一张新卡，金额是上一张的2倍，而白婉瑜自然就没有这个待遇了。新月，爸爸妈妈希望你健康快乐成长，学习当然重要，别累着自己。爸妈养你一辈子不成问题。看着我爸那合不拢的嘴角，我笑意不达眼底。他有多看重成绩，我能不知道吗？不然白婉瑜之前也不会兵行险招，冤枉我作弊。爸爸，这卡还给您，我用不了这么多钱，我怕养成奢侈浪费的习惯。以后你每个月给我2000块的生活费就好了。我想去读公立高中，靠自己努力，不想和其他孩子不一样。我爸拉着我的手，激动地点头：“好啊，没想到你能有这个觉悟。”说完，他看向旁边的白婉瑜，眼神冷淡了一些：“你也和妹妹一起去公立学校，从前我们把你惯坏了，以后我们想要你真实的成绩。至于生活费，你也和你妹妹一个标准。”白婉瑜张大嘴巴，震惊又委屈，急得快要尖叫出来了。可能是反应过来自己不满的表情太明显，他又慌忙低下头，想说什么却没说出口，大概是知道自己这会儿不配说话吧。最后，在我妈的要求下，那张卡还是给我了。谢谢爸爸妈妈，这卡的钱我会留着，节假日给爸爸妈妈买礼物。而白婉瑜呢，没有奖励，也没有了生活费。她从小花钱大手大脚，一个月50万的零花钱，买包、买衣服、买首饰，加上打点狗腿子之后，存不下来1分。现在她还得跟着我去公立学校，一个月掐着2000块过苦日子。
没时间没精力再去想那么多毒计来害我。不过呀，最辛苦的还得是林强了。虽然按照上一世的时间点，林强还没有到出场时机，但他这个人吧，最大的特点就是贪得无厌。当初收钱虐待我，这么多年不可能不找白婉瑜要钱。现在白婉瑜自顾不暇，他抽的烟都从51包的规格变成了5块钱一包，围在他身边的人少了。而安妮也适时走到他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。半小时后，两个人勾肩搭背，喜笑颜开地走远了。我安心去了高中，在这里，没有人相信拿着2000块生活费的白婉瑜是富家小姐。她几次三番强调自己的身份之后，同学们忍不住了。哪个富家小姐来这里读书，不都是去贵族学校吗？大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臆想症？让你爸妈带你去医院看看吧。就是，撒谎精！白婉瑜又急又气，同学们还懒得理她。渐渐的，她被人孤立，大小姐脾气更重，时不时的欺负其他同学。于是那些我经历过的欺凌，什么玩具蛇都能给她吓得狼狈尖叫，屡次被撕掉的书本让她气得跺脚。最后，她哭着跟爸妈哀求：“爸妈，求求你们了，我不想在这个学校读书，让我去私立学校好不好？”原本爸妈看她可怜，眼看就要动容了，我轻飘飘地开口了：“可是姐姐，你要是不欺负同学，不骂他们家里穷，他们也不会这么对你呀。同学们人很好的，都很刻苦，这里的氛围不是私立学校能比得上的。”爸爸蹙起眉头：“你欺负同学？”白婉瑜当然否认：“我没有。”他恍若无事地瞥我一眼，我仿佛都听到他后槽牙咬碎的声音：“爸爸，我们好多同学都是贫困家庭的孩子，他们奋发图强，付出好多才考进来的，他们很不容易。你能不能告诉姐姐，别在人家饭菜里放小青蛙了？他们每个月生活费都是固定的，一顿饭没了就要饿一顿。我饿过饭，知道那种感觉很不好受。”说完，我看向白婉瑜：“对不起姐姐，我不想告状的，可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棒子要打到自己身上才疼，要提起我的感受，才能激发他们的愧疚和同情。”我拿出很多同学写给我爸妈的信，那都是他们拜托我交给爸妈的。爸妈看过之后，脸色难看到极致。“白婉瑜，我们是不是把你宠坏了？”白婉瑜哭到快要窒息：“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”她当然没有了，她还没蠢到那个地步，因为那都是我干的。不过我每次都会以其他理由接济同学，不会让他们真的饿饭。而这种事情，在同学们眼中更像是白婉瑜干的。但这种被人冤枉、百口莫辩的感觉，我要让白婉瑜也尝尝。我爸气得猛拍桌子：“你这么小年纪，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”我妈也抱着手臂，面色严肃：“婉瑜，你太骄纵了，爸妈你一言我一语。”白婉瑜急得晕了过去，他们慌忙把人送到了医院。虽然没什么问题，但终究还是被吓到了。两个人围在他床边，自责又愧疚：“对不起婉瑜，是我们话重了，你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？妈妈让医生再给你看看。”他哭得委屈：“爸爸妈妈，我还以为你们不要我了，我没有欺负同学，真的没有。”这件事爸妈已经不想追究了，敷衍了几句，让他好好休息。晚上，我妈决定留在医院陪他。我和爸爸离开的时候，正好对上他得意挑衅的眼神，很高兴吧？毕竟你好日子不多了。白婉瑜视若装病，爸妈决定把他转去私立学校，也恢复了他的零用钱，看着他蹦蹦跳跳出门上学。我拨通了安妮的电话：“最近怎么样？林强经得住诱惑吗？”安妮冷笑：“屁大个孩子，那点心理防线算什么呀？最近如果有一个叫白婉瑜的女孩出现，你得拉着她一起，人多才好玩嘛。”挂断了电话，我看着白婉瑜早上新买的各种奢侈品，笑得很开心。“是吗？富家小姐哪里过得惯苦日子呢？花吧，尽情花钱吧。”被压榨了将近半年的白婉瑜，现在的日子可是滋润得很。除了读书，其他时候也很少在家。
安妮不停地给我报告好消息的同时，也提醒我注意，林强和白婉瑜的接触越来越多，两个人似乎有什么预谋。就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，林强终于找上门来了，一模一样的桥段，他大闹大叫，说自己是我男朋友，我早就和白新月私定终身了。他还说了非我不嫁呢。我还记得他后背上有块胎记，既然是我女朋友，我没钱了来找他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叔叔阿姨，哦不，爸妈，能不能叫他出来？今晚我俩要共度二人世界。我妈气得差点晕了过去，我爸差点呼叫保镖。我走出去，上下打量着他，问道：林强，我跟你什么关系也没有，凭什么说你是我男朋友？你不能毁坏我们家的名誉，不然我要告你的。林强死不承认，硬要说我和他小年纪就滚床单，难为他编了好多细节。白婉瑜在一旁很担忧的样子，妹妹，你快带他走吧，爸妈气成这样了，别雪上加霜了。走，好让你在爸妈面前添油加醋。眼看爸妈越来越激动，我直接去房间脱了上衣，遮挡住前面，走了出来。你不是说我后背有胎记吗？在哪里？别说没有了，就算是有，你和我从小一起在孤儿院长大，你知道不也很正常？再说了，你小时候那样毒打我，我是犯贱吗？还跟你谈恋爱，盯着我光滑的后背。林强瞬间愣住，白婉瑜眸光也沉了。我后背的确有胎记，上一世他们就拿捏着这点，把假的说成真的。回来后为防这手，我就偷偷做了胎记去除手术。而小时候我后背多伤，没养好之前根本看不出胎记。长大后，爸妈也更不可能给我洗澡了。解释清楚后，我妈狠狠松了口气，而我爸也反应过来了。他多看了几眼，虽然过去很多年，他依旧想起来，林强就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拿着藤条打我的怨爸。爸妈，不用跟他客气，肯定是想来讹钱的，让保镖丢出去就好了。这种人就跟狗皮膏药一样，不能沾染。保镖出手，林强被打得吱哇乱叫，跟垃圾一样被丢了出去。林强这个人又笨又蠢，给他点好处，也许还能供出白婉瑜，可那样最多只能让爸妈对他失望，或是把他赶出白家，这样太便宜他们了。白婉瑜没得逞，晚上气闷地出了门。半小时后，安妮给我发了信息，照片上白婉瑜跟一群人在玩叠叠乐。我报了警，10分钟后，爸妈接到电话就匆匆出了门。我假装睡不着，要跟他们一起出门。派出所里，白婉瑜和林强以聚众淫乱的罪名被逮捕。我妈急得晕过去，被送去了急诊室。而我爸接了无数个电话，告诉他记者拍到了白婉瑜被捕的清晰视频，现在公司名誉受损，股价都开始动荡。我爸一边照顾我妈，一边处理公司大小事情，还得找人保释白婉瑜。几天后，刚刚回家的白婉瑜被我爸一个巴掌甩翻，她倒在地上，眼珠子都给打成斗鸡眼了，捂着脸，哭得伤心可怜。我爸猛拍桌子，冷厉地问他：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弄这些脏东西了？你知不知道这为公司带来了多大的损失？老子这一辈子遵纪守法，怎么养出了你这么个污点女儿？”白婉瑜嗷嗷痛哭，几天拘留也让她身形憔悴，但还不忘用怨毒的眼睛瞪着我。爸，你和妈是不是太偏心了？为什么她回来之后，你就只爱她不爱我了？我虽然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但我也陪了你们这么多年啊，这些年你们眼里只有她，我真的好难过呀。我也是想找点刺激而已，我只是想让自己忘记烦恼而已。我爸眼里的怒火快要消散，我开始表演。对不起，姐姐，是我分走了你的宠爱，可是我也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啊，我有的东西你一件没少，我还被你妈妈杨院长虐待了好几年，我的爸爸妈妈对你却那么好，你从小可以穿漂亮的公主裙，我在冬天却只有一件发臭的衬衫，你有好玩的玩具，我却只能在院子里玩泥巴。你应该感激爸爸妈妈，他们还是爱你的。我爸幡然醒悟，是啊，
他为什么要动容呢？他自认问心无愧，对2个孩子从未厚此薄彼。我继续加油。对了，姐姐，你怎么和林强认识的？你们八竿子打不着啊！我爸浑身一僵，用一种复杂挣扎的眼神看了白婉瑜很久。林强也是你叫来诬陷你妹妹的，对不对？以前你诬陷他后，根本没改好。白婉瑜可能是被我爸的眼神吓到了，他发了疯，站起来尖叫一声，又朝着我冲了过来。我爸捏住他的手腕，又是一巴掌，打得他倒在地上许久没起来。够了，白婉瑜，你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我的容忍限度。现在你不是我们白家的女儿了，我会送你去福利院，每个月只会给你2000块钱，依旧会供你读书，一直到你亲生母亲出来。这算是我给你最后的疼爱，他可能等不到了。我爸去医院照顾我妈，白婉瑜再也忍不了。白新月，我要跟你同归于尽。学了几年跆拳道的我，打他可太简单了。我一个侧身躲避，反手捏住他的脖颈，朝着墙狠狠撞去。白婉瑜，你没机会了，假千金终究是假的，插上羽毛，山鸡也不可能变凤凰的。去吧，去福利院吧，那才是属于你的人生。他着急地掐我拧我，我一拳又一拳打在他脸上，面无表情地重复着动作。上一世的种种悲惨画面似乎也被我击碎。最后他奄奄一息，我叫了救护车过来，可不能让他死了，得好好活着，过我曾经过的生活。我妈得知之后，虽然对他依旧有感情，但我爸没点头，他也无法接济。白婉瑜因为乱来被学校劝退，而他大小姐脾气不改，又受了刺激，本身没什么能力的他，在哪儿都惹人嫌。没钱了，他一开始小偷小摸，后来被送去了警局好几次。我妈看在眼里，渐渐也厌倦了。我爸连最后的2000块钱都不肯给他。最后，他在安妮的介绍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若干年后，我在爸妈独一份的宠爱和照顾中考上了大学，毕业后进入公司工作。最后一次见到白婉瑜，她正化着浓妆，穿着不蔽体的衣服，花枝招展地对着男客人笑：“干爹，好久没来看人家了，看你是熟人，就给你打个折，200块怎么样？”此时的他浑身上下透露着廉价感，那男客人也不客气，上下其手说道：“行啊，不过200块还是太贵了，我这次带了2个朋友过来，3个人500块怎么样？”他根本没犹豫：“好呀好呀。”看着瘦骨嶙峋、眼眶下陷的他，我戴上墨镜，开着豪车走远了。再后来，听说他得了脏病，没了生意，整日躺在天桥下的桥洞里，靠好心人的施舍才能吃上一顿饱饭。偶尔碰见几个变态，他还得被迫跪下磕头舔鞋。不过这都不重要了，我拿回了自己的人生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接下来我们进入第2个故事。他们说我是豪门的真少爷，亲爹看着我连连摇头，警告道：“豪门从不养闲人。”我叼着烟，不置可否。假货看着我满脸不屑：“你这个废柴，不会真以为凭着一身血脉就可以赢过我20年的努力吧？”他冷嘲道：“出身好又怎么样？你这一辈子还不是割稻谷的命？”气得我的5位风华绝代的姐姐纷纷现身向他讨说法。你说我们养出来的东西是废柴，他傻眼了。首富掌门人宋佳，商业巨鳄宋敏，王牌影后宋七，总统夫人宋茜，被拐上车的前一秒，我一脸懵逼，直到一个白发老头将亲子鉴定书递给我看，我这才明白，原来我是他家走丢的真少爷。老头看着我，满眼都是疼惜：“孩子，我是你亲外公。”我有些无措，点点头：“外公好。”江家我倒是有所耳闻，听说只有一个独子海外留学归来，江家十分热闹，众人将江明围绕在中间，犹如众星捧月。听说今天是他的生日，我的突然闯入让不少人议论纷纷，众人将眼光都汇聚在我身上，看着我穿着不着调的花衬衫配拖鞋，眼中满是不解、嫌弃，我不免有些尴尬。看来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存在。
外公拉着我走上高台，中间赫然摆着6层高大的蛋糕。台上的3人眼中满是疑惑，我亲爹看见我像是意识到什么，眉头紧蹙。所谓的弟弟满脸惊慌。外公拿起话筒宣布道：“这是我们江家一直流露在外的大儿子宋燕。”身穿旗袍的妇人眼里满是不可思议：“爸，他是我的儿子。”亲妈看着我，眼底闪过一丝嫌弃，紧紧地握着江明的手，仿佛那才是他的亲生儿子。我微愣了愣，眸子里带着释然，主动打招呼：“江夫人您好。”没什么好伤心的，毕竟于自己而言，有没有这个亲生母亲都没有太大的所谓。若不是外公来找，自己就算知道，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回这个家。他像是面对陌生人般客气：“你好。”望见这一幕，众人纷纷猜测，莫非江夫人并不喜自己就流落在外的儿子？各种议论声不断。外公又宣布，我会将自己公司30%的股份全部过到宋燕名下。众人脸色骤变，亲爹皱眉不满，却也不敢说什么。亲妈也是一脸不愿。江明攥紧了拳头，看着我宛如杀父仇人。我耸耸肩，无辜地看向他。外公一个劲地拉着我，向着自己的老友介绍，独留他们一家3口大眼瞪小眼。送礼物环节，我从自己的麻袋里面随便掏出了个招财祖母绿。外公被祖母绿的色泽所惊艳，不少人将目光聚集在我手中的祖母绿上。有人小声嘀咕：“这该不会是假的吧？这种通透的祖母绿，有钱都买不到。听说20年前有一个是被京城首富家的小少爷买走了。不会吧？光天化日之下送假货，真的会有人能蠢到这种地步吗？”江明眼中闪过几分讥笑，凑过我耳边讽刺道：“光天化日之下你就敢送假货？上不了台面的东西，江家的脸都要被你给丢尽了。”我挑眉眼里闪过一丝兴味，随意地掂了掂手上的祖母绿。假货，有趣。我随意指了几个人：“你们说我手上的是假货，请问有证据吗？还是说你们手里有真货，要跟我比比货？”被指到的几人皆是江明的狐朋狗友，面上有些挂不住。真货早就已经被首富家的小公子买走了，你这个可不就是假的吗？再说了，你没权没钱没势，你凭什么拿出真的？没钱，你装什么大款？我慵懒转了转手。从小到大，我还没被人这么明目张胆地挑衅过。那既然这样，我们不妨就找人来验验货。如果我这是真的，那你们就是属于诽谤侮辱了我的人格。我让你们下跪道歉不过分吧？竟然挑衅了我，肯定是要付出代价。江明率先开口责难：“他们都是我的客人，你说话注意点，别忘了这是谁的主场。”我挑眉质问：“江明是吧？外公刚说的话你都忘了吗？我是江家的大少爷，你这个弟弟让我这哥哥说话注意点，你的教养喂了狗吗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有那玩意？”江明气咬牙切齿：“你别太嚣张！”江明的狐朋狗友冷笑一声：“好，如果这是真货，我们就给你下尾道歉；如果这是假的，你就跪下来跟我们还有小明道歉。”亲爹眼里丝毫没有宋燕这个儿子，巴不得他闹出笑话，将脸丢尽了才好。亲妈面上藏不住的不耐，一心只觉自己丢人现眼，要不是外公制止他，恨不得立马让人将我带走。现场正好有一个专家上台后，小心翼翼地接过我的祖母绿，掏出放大镜，仔细地看着细节，1分钟不到便郑重开口道：“这是真的，确实就是20年前拍卖会上价值2个亿的祖母绿。”众人哗然，竟然是真的？莫非是宋燕认识首富家的小公子不成？随随便便竟然能拿出2个亿的祖母？暂时不想暴露身份的我编道：“你们说的不错，我呀曾经跟首富家的小公子有过一面之缘，他见我心生欢喜，便就随随便便送了我这一个祖母绿。经过我这么一顿忽悠，众人纷纷信以为，毕竟首富家的小公子的确出手大方，听说连他家的狗戴的项链都价值10亿。”江明瞪大眼睛，口不择言：“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就凭他，也配？
江宁的狗腿子呆若木鸡，一个个跑到我身边陪笑道：“宋公子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我们这好歹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家，不如您就把我们当个屁给放了吧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”江明看着这些人一个个的没骨气，气得大吼道：“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！”此时亲爹终于看不下去了，出言：“够了，宋燕他们也都是开玩笑的，没必要太过当真，这件事就此作罢。呵，我被质疑的时候，我也没见你出来说和呀，现在你一句算了，就想让我不计较了？做梦呢！我冷脸，我要是偏要计较呢？”亲爹怒斥：“你要是不听，你就不是我儿子。”呵，外公的拐杖重重落地，你给我闭嘴！这个家姓江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姓王的来做主。江家是豪门，不过这跟我亲爹一点关系也没有。我亲爹是上门女婿，在江家当家做主的还是外公。恋爱脑亲妈拽着外公的胳膊：“爹，你这是干嘛呢？”外公一把将亲妈的胳膊甩开：“通通都给我闭嘴！这个家只要有我在一天，我看你们谁敢欺负我大孙子！”几人见状纷纷下跪道歉，毕竟江家他们得罪不起。我没了兴趣，滚吧！几人连滚带爬走出了江家的别墅。我百般无聊地玩弄着手中的祖母绿，江明气红了眼，看着我。我看这祖母绿说不定就是你偷的。他越生气，我就越兴奋。我挑衅：“哦，那你报警！”你，江明一把上前拽住我的衬衫衣领：“你不会真的以为凭着一身血脉就能赢过我20多年努力吧？就算我是假的又怎样？你就是个废柴，社会中的下等人。”我笑道：“试试，我还有一个你不知道的秘密，说出来足够让你一无所有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。进江家门之前，我就让私家侦探将江家这些年的事查得一清二楚，包括这个假货的来路。任谁都想不到，自己小时候刚丢失不久，自己的亲爹就抱着小3的孩子回了家，包括亲妈是个恋爱脑。这些年要不是有外公在，恐怕江氏集团早就改名姓王了。江明怒火中烧：“我他妈弄死你！”我攥着他的手向后折，他疼得松开了我的衣领。我顺势往地上一躺，大喊大叫：“光天化日之下打人了！都来看看呢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”外公赶忙上前将我扶起，上下打量关心：“没事吧，阿燕？”一边说一边指责江明：“大庭广众之下你就敢动手，你还有没有规矩？王丽看看你教的好儿子！”江明疯狂在心中吐槽：“无耻小人，山野村夫！”我摇了摇头，表示没事，走到江明面前，笑得灿烂，将手上的祖母绿递给他：“你是我的弟弟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。”江明又想耍什么花招？江明生怕又被算计，赶忙伸手去接，突然砰的一声，祖母绿碎了，裂开了好几瓣。江明一脸懵逼，抬头看向我，我笑得灿烂，带着些许惋惜：“弟弟，我知道你看不惯我，但这可是我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呀！你怎么能……”在座的各位一看就像是江明故意摔坏的，宾客的指责声不断：“这也太过分了吧！这可是上好的祖母绿，他竟然说摔就摔了，这江少爷怎么一而再再而三？”外公气得拿起拐杖往江明身上打：“你哥哥好心给你送礼物，你怎么能把东西给摔了呢？你现在立刻马上跟哥哥道歉，否则就给我滚回国外去！我没有你这样的孙子。”亲妈有些为难，不知道该帮谁。江明挨了4、5棍子，嗷嗷叫，急忙躲到王丽身后，哭诉道：“爸，救命呀！”王丽赶忙护住他，好声好气的道歉：“爹，小明毕竟还小，他知道错了，再也不敢了。至于这祖母绿，本来也就是小燕送给小明的生日礼物。”外公训斥：“你给我闭嘴！你看看你们夫妻俩教的好儿子，不让你们常常记性，下次还是这么无法无天。你用你自己的钱赔给阿燕，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。”亲爹有些为难的摸了摸裤腰带，略显讨好的目光望向我：“那个阿燕呢？”我赶忙先一步道：“爹，您是要微信还是支付宝？”亲爹又看了看我妈，
求救意味很明显。我妈哎呦，我肚子疼，我得去上个厕所去先。我什么都没听见。最后经过我爹一顿操作，他苦着脸，银行卡，他伸手递给我，我抬手去接，他依旧紧紧握着银行卡不松手。我一顿拉扯中，奋力一扯，拿来吧你。1个星期后，晚上吃饭时，外公说他老了想找个人接班，一桌子人各怀鬼胎，亲妈没心没肺，并不太在意。亲爹看着我的神色，一脸嫌弃。江明回国之后就已经开始学着打理公司了，就差找个机会接手。江明志在必得，许诺道：“外公您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替你好好打理公司的。”外公脸色变了变：“阿燕，你有这方面的想法吗？”老爷子早就看出来了，他的这个流落在外的亲孙子绝不会是泛泛之辈。再者，江家的产业还是应该交到江家人手上。可江明也是无辜的，把他从孤儿院接出来的时候，全家人是真的有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爱护。何况他也为江家做出了不少贡献。老爷子一阵头疼，最后才想出了一个办法。最近我们江氏集团有个项目，一直想跟京都首富宋家掌门人宋敏合作。阿燕、阿明，只要你们谁能拿下这个项目，谁就是江家的接班人。宋氏集团可是国内超一流集团，要是能跟他们达到合作，未来的江氏集团一定前途无量。亲妈低喃：“宋氏集团这可能吗？”亲爹也倒苦水：“是啊，爹，咱们连见都不一定能见到人家的董事长。”外公，我们愿意比。我和江明同时应道。江明听见我的回答，冷笑：“你等着输吧，我就算赢不了，我也能有机会一试，而你恐怕连人家的面都见不到尊。”我拿起外套往外走，面带笑意：“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”弟弟江明跟在我身后，到了院子里，他嗤笑一声：“亏你还装得这么淡定，我要是你啊，我就趁早从哪里来回哪里去，省得丢人现眼。”我叼着烟漫不经心：“你很闲，不过我可没空你听这些废话。你放心，我输不了，也不会输。”车缓缓开出别墅，江明冲着我的车尾大喊：“宋燕，等老子赢了，第一个干你！”王丽从别墅里走出，说道：“小明，到时候我陪你走一趟吧，拜访一下宋董事长，江家迟早都是你的。”江明点点头。车缓缓驶入宋家庄园，管家早已等候在此。我起身将外套和车钥匙扔给管家，问道：“陈叔，大姐这段时间回来了吗？听说小少爷您要回来，几位小姐早就已经先回来了。”走进大厅，我就看见大姐在看书，二姐在追自己演的剧，三姐在选考试题目，还记得是大姐将我带回家。豪门从不养闲人这句话在宋家更是贯穿到底，个个都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底。大姐从商，二姐则是做了自己喜欢的演员，三姐则是因为超人的智商成了华大的校长，四姐则是成了总统夫人。而我这个被他们养大的小少爷，更是从小到大18般武艺，个个都学了个7、80。想想小时候被他们折磨得惨不忍睹，如今看来也算是一些宝贵的过程磨练。四个姐姐纷纷围到我面前，二姐关心：“你在江家吃得惯吗？”我点点头，还好。大姐挑眉，说吧，你发消息让我回家想干嘛？你是不是又闯祸了？江家人没被你的臭脾气气死吧？我脾气顶呱呱，好吧。想到有事相求，我开启了自己的夸夸模式。大姐，几日不见你又变美了，身材比二姐的还好，还有这个气质绝了呀！全京都的人听到我大姐的名号，那全部都是闻风丧胆，五体投地。宋敏越听越开心，说吧，有什么是要求我的？看在你这么诚恳的份上，我就勉勉强强的帮助你吧。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我们宋家公司的一个项目。我们吃肉，不如我们也让江家喝喝汤。外公对我一直不错，江氏集团是外公的心血，能帮帮也是好的。我眸色一变，再说了我江家的东西，我一样都不想让给别人。宋敏拍了拍我的肩：“你说了算，这些小事不用跟我说，
不过你要记住，宋家的利益才是第一位。我点点头，知道了姐。管家走进来禀告：大小姐，门外江氏集团的总经理和他的儿子江明想来拜访一下大小姐。宋敏眯了眯眼睛，一下子就猜到了他们为什么而来。不见管家，江氏集团的总经理说有大礼奉上。我有些好奇，给了大姐一个神色。宋敏懒洋洋地从沙发上站起身，抱怨道：烦死了，大周末的也不让人好好休息休息，让他去前厅等我。管家应声离去。我悄然地躲到了前厅中的帘中，只见大姐坐在主位上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茶水。王丽将手中的礼盒奉上，一脸谄媚：宋董事长，这是我给您带的礼物，您看看喜不喜欢？宋敏打开盒子，赫然看见一颗硕大的夜明珠，倒是珍贵。王丽解释道：这是清朝时期慈禧老佛爷的陪葬品，这颗夜明珠世上只此一颗。宋敏拿起有些沉重的夜明珠，上下打量，倒还真是极品。宋敏起了兴致：那想必总经理你是有求于我了，你想要什么？王丽见有机会赶忙：您在贸易中心的房地产项目，能否跟我们江氏集团合作？果然，宋敏将夜明珠放回礼盒中，推回王丽的面前：不好意思，这个项目我已经找其他人合作了。江明有些急了：宋姐姐，我真的特别希望您能帮帮我，我愿意让利，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重要，关乎到我能否顺利接班。宋敏淡淡：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你的这些利对我而言一文不值，我对你的珠子也没那么兴趣，你们可以走了。江明彻底急了：宋敏，你别太目中无人了，你想要什么？但凡是我能给的，我全都给你。宋敏面色骤冷：我就是有这个资格嚣张怎样？可惜了，你们的东西我一样也看不上，识趣的话趁早给我走，否则别逼我做出什么无法挽回的事，到时候可不就是这么简简单单了。管家送客。说完，宋敏头也不回地走入内厅。王丽还试图说和，最后连人带东西都被轰了出去。江明破口大骂：臭女人！她再有能耐，她不也还是个女人吗？牛什么？一个女人的公司能撑多久？呸！给脸不要脸！王丽安慰道：儿子没事，他不肯就不肯，左右宋燕也拿不到这个项目。无论怎样，公司的董事长一定是你。你外公不是个蠢人，他一定会把公司交给你。1个月后，公司董事会众人聚齐，江明吊儿郎当地坐在侧位，他坚信宋燕也绝对不可能能拿到项目。我带着文件走进会议室，刚好坐到了江明的正对面。外公走进会议室，坐在主位上。江明率先开口：外公，对不起，不过你放心，就算不合作也没关系的，将来我一样的带着我们江氏集团步步高升。江明断定宋燕也没成功，冷嘲道：哥哥，你不是说一定可以拿到那个项目吗？怎么现在不说话了？也对，哥哥可能连宋氏集团都不知道。我冷眼看着他说的没完没了，轻咳一声提醒道：你说完了吗？江明这才讪讪地闭上嘴。我冷笑：不是哥哥不说话，实在是弟弟没给哥哥说话的时候。至于有没有拿下这个项目，你现在就可以知道了。我将手里的合同扔到他面前，他看到里面的内容后瞪大了眼睛，一遍又一遍地看，一瞬间江明的力气仿佛都被抽干了。他略微失神，目光定格在宋敏洋洋洒洒的个人签上。怎么可能？他双眼猩红，仍然不肯相信。老爷子有些心疼，安抚道：小明别太在意输赢。江明失魂落魄地跌坐在椅子上，脑子里偶然闪过曾经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。宋燕、宋敏都是姓宋，难不成他是宋家的小少爷吗？自己真的输了吗？自己该怎么办？江明只觉脑子都要炸掉了。江明走出了会议室，一路上都在喃喃：我输了，我竟然会输。哼！回到家后，王丽和江念纷纷围上来。王丽道：儿子这么早回来了，是不是成功了？江念看着自己从小养到大的儿子，也是一脸欣慰。
儿子你真棒，妈妈相信你可以的。江明只觉脑子嗡嗡，丝毫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。他怒吼道：“都给我闭嘴！我输了，我成了彻彻底底的笑话。”傍晚回到家，走进大厅，就看到他们三坐在沙发上。亲妈看着我，眼里满是责备。她站起身道：“谁让你去抢你弟弟的位置？你弟弟学习了这么多年，到头来一场空。那你呢？你什么都不会。我看江氏集团迟早要败在你身上。”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这个一无是处的亲生儿子，竟然不声不吭地拿下了这么大的单子。他从来没有将希望寄托到他身上，他在意的只有这个从小自己养大的孩子。我看着他道：“输了就是输了，赢了就是赢了。我什么时候抢了他的位置？你凭什么觉得江家会败到我身上？仅仅是因为你对我的偏见吗？”江念气急了，抬手就扇了他一巴掌，口不择言道：“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觉得你不配。小明是我从小养到大的孩子，他是那么要强，那么优秀，这一切本该就是属于他的。如果不是你的出现，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”我冷哼一声，红了眼。我知道你眼里没有我，你嫌弃我，你觉得我上不了台面，你觉得我粗鄙不堪。自打看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已经知道了。你真的以为我想回来吗？我想有你这么一个母亲吗？我咬牙道：“你心心念念的儿子从来都只是江明，我不怪你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可我就是不明白，你他妈为什么生下了我，又要将我视作一个垃圾？”我冷笑一声：“江念，你真可怜，你还不知道吧？你从小到大都在养着小三的孩子，替你的老公跟他的小三养孩子，你多么伟大呀！”江念微愣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”王丽慌了神，连忙搂住江念，冲着我骂道：“你这个逆子，你在说什么？为了气你妈妈，你什么都说得出来。”我掏出公文包里的亲子鉴定书，甩到他面前：“江念，自己看看吧，看看你自己有多可笑，看看自己有多愚蠢。但凡当初你多留个心眼，你也不至于被骗得团团转。”江念翻着亲子鉴定书，泪流不止。“怎么可能？”江明不解，凑过去看了一眼，瞬间恍然大悟。江明从小就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，可王丽却一直对自己很好，甚至比对亲生骨肉还好。原来我也是他的孩子。江念心就像被人活活捅了一刀，心如刀绞。他痛恨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声嘶力竭地质问：“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把你从一个平平无奇的穷小子捧到今天这个地位，你竟然敢这么对我！”江念恍然大悟：“你觉得我傻，我蠢，所以你才这么明目张胆。这些年你一直都在给我灌输江明就是我的亲生孩子，我对他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心血。”王丽解释：“不是的，念念，你相信我，当时你失去孩子，哭得昏天黑地，我这才将明明抱回来的。我也是无心的，我不知道。”江念听着他的解释，只觉无耻。他狠狠地扇了他一个巴掌，咒骂道：“无耻！你简直太无耻了！你这分明就是拿着刀子捅我的心啊！你这个畜生！是我瞎了，我不会放过你，我通通都不会放过你。”王丽依旧在喃喃地解释。江明上前抓住江念的手：“妈，你不要我了，我是明明呀，你从小到大最疼我了。”江念现在看见他就觉得恶心，就会想起从前那个愚蠢天真的自己。江念大吼大叫：“滚！都给我滚！管家把他们俩扔出去，把他们的所有东西扔出去！”江明不停地喊妈，试图唤醒那个疼他爱他的妈妈。我漠然地看见一切发生。管家和3、4个保姆忙了半天，才将两人还有他们的东西全部扔出。江念坐在沙发上，哭得不能自已，甚至开始风言风语，怀里抱着个抱枕喊儿子。他好像疯了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赶忙让管家叫医生。我静静地看着他，与幼时记忆里的人影重叠。他曾经对自己也很好，很好，可后来他的神色无不让人心寒。嫌弃、不满、指责，各种看垃圾一样的脸色。想到这，我转身就走，刹那间手却被人拉住了。我回头看着他，
他很温柔亲和，他看着我，手渐渐摸向我的眉眼，还有半张脸。他喃喃道：“儿子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找了你好久，我找不到你了，我好累。”说着说着，他就昏睡了过去。我愣了愣，食指探了探他的鼻息，幸好只是昏睡过去了。我吩咐管家好好照顾他，便出门了。迎面就看到了江明和王丽。我吩咐保镖将王丽摁着暴打了一顿。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他，自然也就要因他而结尾。他死了没有钱去医院，在垃圾桶旁活活把自己熬死了。就连他的尸体我也没有放过，随便扔到个乱葬岗喂野狗去了。我走到江明面前，我深知他是无辜的，一切的过错与他无关。我淡淡道：“天高任鸟飞，你走吧，去哪都行。从今往后别再出现在京城了。妈妈不恨你，但她再也不想再看着你。好自为之。”江明颤声道：“我们最后看看他吗？”我拒绝：“不能，确诊了，江念真的疯了。病房里二姐在跟他玩闹。”我走进病房就看到他竟然在给二姐扎麻花辫，他声音中带着愉悦：“我女儿真漂亮，看着妈妈给你扎的麻花辫，好不好看呀？”二姐甜甜道：“好看，谢谢，我也给你扎吧。你要快快好起来，这样有些人就不会伤心了。”江氏集团，我乘着电梯一点一点地向上驶去，直到抵达最高层。董事长办公室，外公坐在沙发上，一点一点地在跟我转交工作。他告诉我他在意的，我听得很认真。我终将会带领江氏集团走向更高更好的未来。完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